玉米成了家长。有庆家的这边，王莲芳有些日子不来了。虽说时间不长，毕竟是风云变幻了。王莲芳中午喝了一顿闷酒，一直喝到下午2、3点钟。王莲芳站起来，决定在离家之前，再到有庆家的身上疏通一回。别的女人现在还肯不肯，王莲芳心里没底。不过有庆家的是王莲芳的自留地，他至少还可以想一想有庆的呆福。王莲芳推开有庆家的门，有庆家的正在偷嘴嚼萝卜干。有庆家的背过身，已经闻到了王莲芳一身的酒气。王莲芳大声说：芬香啊，我现在只有你了。话说的虽然凄凉，但在有庆家的这边还是有几分的感动人心的，反而有了几分温暖了。王莲芳说：芬香啊，下次回来的时候你就喊我王七将吧。有庆家的转过脸，王莲芳的脸上有了7分醉了，特别的颓唐。有庆家的想安慰他几句，却不知从何说起。虽说秦红霞的事伤了他的心，到底还是不忍看见王莲芳这副落魄的样子。有庆家的当然知道他来做什么，如果不是有了身孕，有庆家的肯定会陪他上床散散心的，但现在不行，绝对不行。有庆家的正色说：莲芳，我们不要那样了，你还是回去吧。王莲芳却没有听见，直接走进西厢房，一个人解，一个人脱，一个人钻进了被窝。等了半天，王莲芳说：喂。又等了半天，王莲芳说：喂。王莲芳一直听不到动静，只好提着裤子到堂屋里找。有庆家的早已经不在了。王莲芳再也没有料到这样的结果，2只手拎着裤带，酒也消了，心里滚过的却是世态炎凉。王莲芳想：好，你还在我这里立牌坊，早不立晚不立，偏偏在这个时候立，你行。王莲芳一阵冷笑，自语说：妈了个巴子的。回到西厢房，再一次扒光了。王莲芳重新爬进被窝，突然扯开了嗓子。王莲芳吼起了样板戏，是沙家浜。王莲芳睡在床上，一个人扮演起阿庆嫂、胡传魁和刁德一。他的嗓门那么大，那么粗，而他在扮演阿庆嫂的时候，嗓子居然捏得那么尖，那么细，直到很高的高音实在爬不上去了，又恢复到胡传魁的嗓音。王莲芳的演唱响遍了全村，所有的人都听到了，但是没有一个人过来，好像谁都没有听见。王莲芳把智斗这场戏原封不动地搬到了有庆的床上，一字不差，一句不漏。唱完了，王莲芳用嘴巴敲了一阵锣鼓，穿好衣裳走人。其实有庆家的哪里也没有去，他进了厨房，站在厨房的门后面。有庆家的再也想不到王莲芳会来这一手，吓得魂都掉了。稍稍镇定下来，有庆家的涌上了一股彻骨的悲伤，只觉得自己这半年的好光景还是让狗过了。有庆家的手脚一起凉了，他摸着自己的腹部，恨不得用指头把肚子里的东西挖出来，可又不忍。有庆家的颤抖了，他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肚子，对自己的肚子说：狗杂种，狗杂种，狗杂种，个狗杂种啊！王莲芳42岁出门远行，出去学手艺去了。一个家其实就交到了玉米的手上，家长不好做，不做当家人，不知柴米贵。玉米现在算是知道这句话的厉害了，当家难在大处，
说起来却也是难在小处，小处琐碎缠人，铃打碎敲，鸡毛蒜皮。可是你没有一样能逃得过去，你必须面对面，屁大的事你都不能拍拍屁股掉过脸去走人。就说玉叶，虚岁才11岁的小东西，前几天刚刚在学校里头砸烂了一块玻璃，老师要喊家长，现在又把同学们的墨水瓶给打散了，泼得人家一脸的黑，老师又要喊家长了。玉叶看上去没什么动静，嘴巴慢，手脚却伶俐，有些嘎小子的特征。这样的事要是换了过去，老师们会本着1分为2的精神来看待玉叶的。现在有点不好办，老师毕竟也有老师的难处。玉米是作为家长被请到学校里去的。第一次，玉米没说什么，只是不停地点头，回家抓了10个鸡蛋放在了老师的办公桌上。第二次，玉米又被老师们请来了。玉米听完了，把玉叶的耳朵一直拎到办公室，当着所有老师的面给了玉叶一嘴巴。玉米的出手很重，玉叶对称的小脸即刻不对称了。玉米这一次没有把鸡蛋抱到学校，却把猪圈里的乌克兰白猪赶过来了。事情弄大了，校长只好出面。校长是王连芳多年的朋友，看了看老师，又看了看玉米，手心手背都不好说什么。校长只好看着猪笑起来，说：“玉米啊，这是做什么？给猪上体育课呢？”撅着嘴让工友把乌克兰猪赶回去了。玉米看着校长和蔼可亲的样子，也客气起来，说：“等杀了猪，我请叔叔吃猪肝。”校长慢腾腾地说：“那怎么行呢？”玉米说：“怎么不行？老师能吃鸡蛋，校长怎么不能吃猪肝？”话刚刚出口，玉叶老师的眼睛顿时变成了鸡蛋，而一张脸却早已变成猪肝了。玉米一到家就摊开了40克信笺，他要把满腔的委屈向彭国良诉说。玉米现在所有的指望都在彭国良那儿了。玉米没有把家里的变故告诉彭国良，那件事玉米不会向彭国良吐露半个字的。玉米不能让彭国良看扁了这个家，这上头不能有半点闪失。只要国良在部队上出息了，他的家一定能够从头再来。玉米对着信笺说：“国良，你要提干。”玉米看了看，觉得这样太露骨，不妥当。玉米把信撕了，千叮咛万嘱咐，最后变成了这样一句话：“国良，好好听首长话，要求进步。”